你敢想嗎？到了2025年的今天，中國樓市已經爛到連前財政部長都站出來說，至少還要再萎縮5年。5年，這不是專家的悲觀預測，而是曾經掌握中國財政命脈的人在財新峰會上公開講出的話。一個國家最不願承認的真相，終於由他們自己人說出口。11月14日，財新峰會上，樓繼偉像是在給一個重病患者下診斷書，沒有含糊，沒有安慰，沒有經濟有韌性這種口號。他說，房地產的轉型不會短期完成，估計至少還需5年。是的，再來5年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爛尾樓、降價潮、二手房掛滿街，都不是底部，是過程。就是所有已經跌掉30%的城市還要跌。就是開發商撐不住，銀行扛不住，居民預期看不到光。而這個判斷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，而是源於一個長達20多年的結構性潰爛。樓繼偉講得很清楚，過去20多年，中國房地產就是高周轉、高槓桿、高負債的3高模式。表面繁榮是靠什麼撐起來的？靠不斷加槓桿，靠預售制，靠地方政府賣地。他這句話太刺耳了。高房價、高地價、高債務是中國房地產制度性缺陷的必然結果。為什麼現在撐不住了？因為這個模式已經沒有繼續循環的空間。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長期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40%至50%。開發商把預售款拿來滾別的項目，資金鏈只要斷一個口子，就像骨牌一樣全部倒下。樓繼偉說得更直白，中國的預售制是學了香港的名字，卻沒學到香港的監管。香港的預售款必須用於本項目，中國內地呢？很多開發商把預售款當成提款機，到處挪用，拆東牆補西牆。所以今天的爛尾樓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必然。樓繼偉還說了一個更可怕的判斷：房子不再保值，居民預期減弱，會拖累消費，增強通縮趨勢。這是比房價下跌更要命的。就在同一天，中國官方公布了10月房價數據。本來市場還在幻想築底，但數據狠狠扇了所有人一巴掌。新建住宅價格環比下跌 0.5%， 為1年最大跌幅，同比下跌 2.2%。二手房更慘，環比跌 0.66%， 為13個月最快跌幅。樓市低迷的另一端是銀行債務開始大面積暴雷。彭博在11月14日發布的調查顯示，中國大陸及香港房地產市場正有超過10億美元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瀕臨違約，這是新的危機。僑富集團9.4億美元貸款到期，想再延期1年。這家公司旗下資產僑富芳草地位於北京朝陽區，是地標級項目，但現在現金流不足以償還貸款，銀行不敢續貸，也不敢宣布違約。要是宣布違約，銀行要虧；要是繼續延期，就是無止境的拖。這就是房地產債務的真實狀態。拖是因為不敢清算，不拖是因為清算不起。機會資本基金2.6億美元貸款沒還，債權人馬上可能宣布違約。涉及的銀行包括匯豐、恒生、大華銀行等多家銀行。這些本來被認為穩得不行的銀行，現在都陷入兩難：再延期，形同掩耳盜鈴；不延期，意味着暴雷，資產損失巨大。這還只是中國房地產債務的冰山一角。過去幾年已經出現數千億美元的債券違約，而今天看到的這些只是最新的續集。房地產不僅自己崩塌，還在把金融體系一起往下拖。樓繼偉的判斷放在今天的環境下是極其清醒的。房地產泡沫轉型至少要5年，而這5年中國經濟將被持續壓低。
為什麼？因為房地產涉及產業鏈佔 GDP 的 30%， 居民財富的 70%， 地方政府財政的 50%。這3條任何一條鬆動都不是小震盪，而是結構性危機。而現在是3條都同時塌。樓繼偉說，過去4年的房地產轉型步子還可以加快。什麼意思？意思是哪怕經歷了恆大、碧桂園、萬達、融創、佳兆業這一系列倒塌，轉型仍然不夠快，因為根本問題沒有解決，爛尾樓沒有徹底處理，預售制沒有完全取消，高槓桿模式仍然存在，地方仍然依賴土地財政，房價仍然嚴重脫離收入水平，低線城市嚴重供大於求，所以才會得到那個殘酷結論：中國樓市低迷還要再持續5年。這是專業判斷，也是一種警告。最關鍵的問題是誰能撐到5年？開發商撐不了，銀行很難撐，居民撐不住，地方財政也撐不久。房市的5年萎縮不是一條時間線，而是一條生死線。在未來的5年裡，中國人必須繼續忍受一個正在枯萎的房市，把積蓄、信任、消費力和人生規劃都一起被拖進寒潮裡。2025年的今天，全國超過 96% 的城市房價已跌到2020年以下水平，二手房掛牌量創下歷史新高，超 1.8 億套處於待售狀態，超過80個城市的房價漲幅回到10年前。大城市還能靠產業、靠人口撐一下，但低線城市呢？庫存去化周期超過100個月的城市超過60個，也就是說，賣完現有的房子需要8年以上。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跌破720萬，低線城市幾乎沒有新增人口，甚至出現每賣一套房消失一個年輕人的荒誕循環。房價已經跌穿建安成本，部分城市的房價跌至每平米2000元至3000元，開發商新房不敢建，舊房賣不掉，城市像被凍在冰櫃裡，空置率超過 22%， 意味着每5套房就有1套沒人住。有些開發區晚上黑漆漆一片，常住人口不到 20%。 這種城市不需要爆炸，不需要戰爭，只需繼續萎縮，它們就會慢慢消失。樓市沒有觸底，是因為人口和需求早已觸頂。樓繼偉說，房市萎縮會拖累消費，增強通縮。這句話太真實。2025年最新的居民數據，家庭債務率仍在 62%， 比美國還高。住戶存款連續2年負增長，居民新增中長期貸款同比減少 40%，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僅 1.4%， 為20年新低。中國人的財富都鎖在房子裡，而房子正在加速貶值。房地產的危機最終一定會傳導到銀行系統。彭博報道的10多億美元即將違約的房地產抵押貸款只是一個開始，銀行的壓力巨大。2024年全國銀行業不良貸款達到 3.15 萬億元，創歷史新高。與房地產直接相關的風險敞口超過50萬億元。城商行與農商行的不良率在部分地區超過 8%。你以為銀行還撐得住，是因為他們暫時不讓你看到最壞的數據。但是延長、展期、續貸不能解決問題，只是在拖時間。喬福坊草地這種北京核心地段的項目都撐不住，那更不用說其他欠佳城市的商業地產。5年萎縮期內，中國房地產的最終形態正在逐漸顯現。從樓繼偉的判斷、經濟學家的分析以及市場最新數據來看，未來5年中國房地產的大趨勢幾乎已經確定。房子將完全從投資品轉變為純粹的居住品。你現在買房，收益不再靠升值，而是為了穩定居住。
投資功能已經徹底終結，幻想靠房子致富的時代徹底結束。高線城市的房地產依然能夠勉強支撐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會穩住，部分省會城市還能保住一半，其餘低線城市則會慢慢枯萎，空置率高企，成交低迷，城市逐漸陷入衰敗的沉默。土地財政將徹底退出歷史舞台，地方政府必須尋找新的收入來源。賣地時代的結束意味着深刻的制度性重構，曾經支撐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引擎被迫熄火，房地產行業整體將大幅收縮，原本林立的中小開發商會大量倒閉，只剩下央企和國企承擔基礎建設的責任。城市建設和住宅供給將集中在少數掌握資源的巨頭手裡，市場不再熱鬧，競爭也將變得殘酷而有限。最殘酷的一點，房地產不再是中國經濟的發動機。曾經支撐中國高速增長的房地產業加土地財政模式已經走到盡頭，